很多人到了一个年纪，其实他听到了内心的声音，对，但他不知道怎么去开启那个重新塑造自己的门。顺便广告一下，因为我最近个人品牌的网站做好了，对，叫做摇摇马的多重宇宙。为什么叫多重宇宙？你要不要解释一下？到了一个年纪，我发现我没有把我自己的 potential 100%发挥出来。不要说100%，我觉得甚至50%都不到。OK， 我觉得我浪费了太多生命。如果我可以在现在我重新开启我自己的潜能，那我觉得我想要尝试，我可不可以在我现在有限的之年之内，我去体验更多？那我就在同时间体验不同的多重的人生，对不同的宇宙。男子汉学院，本节目是由台湾最美 Podcast 录音室 Mike 麦赞助播出。感谢麦麦，我是 Eric 摇摇马，我是 Jeff Machine。男子汉学院是一个帮助男人探索内核、成长的 Podcast 频道。那我们今天要来探索什么呢？我们每个男人都有想要重新塑造自己的时刻。那我们要聊一下我们2位这个中年男子如何重塑自己。对，跟上一次的节目其实有点关联了，就是新的目标嘛。每年的目标是比较小的，重塑自己可能就像你讲的是一个 project， 是一个大的东西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听过 Jeff 的故事。对，哪一种故事是？也就是从一个这个金融界非常成功的这个年轻有为的 banker， 转成一个职业格斗家。对啊，这其实就是一个重塑自我。对。那为什么要聊重塑自我？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在人生一个时期，他会面临到一种抉择也好，或者说一种迷茫的时候，然后他会问自己说：“这是我要的人生吗？”再来一个，我的人生是不是就是这样子？所以内心听到一个声音，对，说我必须得改变。对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改变自我的一个触动的一个时机点。一个时机点，一个时机，一个扳机。OK， 那可不可以跟大家聊一下，你当年你是听到了什么声音？其实我当年听到的声音就是，我心里告诉我这个生活很好，可是我觉得我很空虚。因为我记得当年我们大家都还苦哈哈，30出头岁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你就已经，我也苦哈哈。没有啊，你已经因为我花太多钱，月入数十万。没有，但我花太多钱，所以我也苦哈哈。没有开玩笑的。那时候的确就是经济上比较宽裕了。对啊。然后如果站在现在去分析那时候的情绪，就是有一种我没有足够的配得感，就是我觉得我得到这些东西是因为我运气好。对，但我忽略了自己其实也有努力，所以我觉得我凭什么？那这个东西有人会觉得说，那就是你自己想太多，其实不是。我觉得配得感是要学习跟提升的，就是你拿到一些东西之后，你要觉得我配得上它，它值得是我的，它应该是我的，这是我该有的，你的心态就会不一样。然后那时候我会觉得说，就像你讲的，我看我身边的很多都是比较辛苦一点，当然生活也都过得不错，可是我觉得我付出的努力让我拿到这么多回报，好像我配得上这个东西吗？还是我只是刚好搭在浪头上面？那就会有这个想法。有一种说法啦，这个也有一个名词叫冒牌者症候群。对，冒牌者症候群。对啊，那背后的原因有的时候也跟教育成长的环境有关。我不觉得我是冒牌者，但是我觉得我真的可以拿到这么多吗？我是只有各方面的回报。还有另外一种方式，就是我们被塑造出来。尤其东方社会，因为以前都很刻苦嘛，对，所以我们对于金钱这件事情，会有一种我不配得到，因为我们根深蒂固一个观念，就像我们上一次聊到说，我们的冰山底下，我们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其实是跟
很多东西有关，有一个东西叫观点。对，那很多东方人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是，钱必须要很努力，而且是用很苦的方式得来，那个东西才是值得，就是那个东西才是你真材实料你去换取来的。对，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，其实我相信这个观点是错的。因为当然了，然后呢？当然我们一直讲中国，对不对？中国古代对财富累积的想法，跟我们后来认知的刻苦是不一样。你有看过《盐铁论》吗？有8个字嘛，富在术数，不在劳身。简单用白话的方式讲了，我先不要做翻译好，就是财富不是来自于你努力的工作付出劳力，财富是来自于你对财富本身本质的理解跟认知，跟一些操作，所得到的。对，但用现在人比较能够理解的方式，但是这个观念并没有延续下来。对，但是《盐铁论》是汉朝的书哦。对啊，那我只能是说，有人很早就理解这件事情，但是这个观念并没有被广为接受。对，因为大家其实某种程度来讲，不希望这个东西被大家接受嘛。对啊，就是现在社会其实某种程度来讲，还是希望大部分人就是苦干实干，本本分分的去完成工作。学校教育就是用规范跟标准化去生产高品质的劳力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这个东西其实也很难去解释或者是传递，因为也很容易被误解。对，没错。我相信现在应该就有很多人开始觉得说，那是怎样？那我应该是要用投机取巧的方式去获得金钱吗？对啊，所以他某种程度来讲，它是有一定的认知门槛存在，就是你要能够理解，你需要有一定的程度才能知道他讲的东西。那反正不管怎么样，话说回来，就是我们很多人就像你说，在传统观念上都会觉得要很努力，要怎么样才能够享受你的成果，等等的，对啊。可是那我其实修正一下，应该说我们描述的方式要再修正一下，应该是说我们都要很努力，对，但是并不是要很苦，对，然后搞得这样全身是伤，然后又不能享受人生，对，然后你才最终，或者说你在那个时候获得的东西才是值得拥有的，对，并不是才是你的，没有，对，所以就讲就是用比较抽象的方式讲，就是配得感嘛。你得到这些东西之后，虽然你有付出，但你觉得其实为什么我可以拿那么多？其实不是真的，我不应该这样。然后那时候这个东西就是其中一个原因。可是真的，一样到当时我觉得可能就是情绪上面有落差。可是我后来慢慢成熟了，经历过这件事情之后，回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荣格有讲过嘛，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的蓝图。对，就是在生命里面有这个东西。当你的生活跟你的人生走向跟你生命蓝图不太一致的情况之下，你就会出现一些情绪上面的落差，或是会出现一些空虚感，或是在很多事情会突然没有兴趣，或是会突然质疑自己，诸如此类，就是比较类似内心的落差感。就是你的人生假设原本蓝图设定是要往 A 方向走，结果你不小心走到 B，但你在 B 上面很成功，你还是会希望你的灵魂或者你的本质还希望你可以走回到 A，那这时就会出现一些想要重设人生，就像我讲，那这种东西常常就是在有一点成就或是中年之后会遇到嘛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平平顺顺的走完一生，然后他的目标从充实到至始至终都一样，他可能就是跟他人生蓝图是一致的。有些人会突然大转向。可能就是他原本就算做的很成功的事情，但是跟他人生蓝图是不匹配的，他还是会重新回到他原本这一生想要体验的东西上面。我觉得我就是处于后者。所以所谓的重新塑造自己，它不见得是转向。对，那像你是转向，对。那有时候重新塑造是说，我们去检讨自己的这一个蓝图，有没有问题，对，然后升级，对，这也是一种重新塑造，对。我记得像当年我印象很深刻，你跟我讲了一段话，就那时候刚好遇到金融海啸，对啊，然后你就觉得不对，金融海啸赚的比前几年还多，这不对，
是真的我的不对是指我自己情绪上面觉得不太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没有在道德上或者是在逻辑上也是不对啊。没有，如果以道德来讲，我们做的产品并没有放空，所以我们不是透过别人的损失去得到利润。是我们的产品刚好那时候最强的是保守型的，所以那时候就是大量资金涌入，比如说国债、货币市场，所以我们那时候的公司透过销售这些产品，有很大幅度的业绩成长。对，不是说做空。像如果说大家对投资有理解，就是很多做空的人，他们有一个悖论，就是我赚最多钱的时候是大家最痛苦的时候，然后你要能够去承担大家那个痛苦的情况之下，其实你开心不起来。你看到你身边的人每个都苦哈哈亏钱，但你因为你做空赚了大钱，他说这个是痛苦钱，情绪上面的痛苦钱。有些投机人是专业的，他们是用这样的方式去。这样想法在评估做空这件事情。对啊。可是你们没有做空啊。我没有做空啊，所以配得感的问题。对，配得感，然后就配得感的问题，就是为什么那时候是这样。然后可能就从小对于运动、武术这方面就很有兴趣，所以那时候可能就是有一个种子在心里面慢慢发芽，慢慢发芽，然后到后来到一个程度你也盖不起来了。它可能就是我人生蓝图的一部分，我可能就是要透过这个东西去得到一些成长，或是在人生上面得到一些成就感，或是另一个境界的开始。所以那时候当然那时候转换跑道的时候，你问我自己都搞不清楚为什么，我只是心里面有一个直觉，觉得应该做这件事情。然后后来就是仔细回头回想，年龄比较成熟，然后当然也有透过一些阅读学习去理解到，原来我觉得很有可能的原因就是我刚刚讲到的配得感，启动了我对当时生活状态的质疑，不是否定。然后刚好人生蓝图又出现了一些分歧。我以前一直以为我的目标是往那个方向，金融什么怎样发展、投资赚大钱。后来发现到好像不是，我也不是不爱钱或是跟钱过不去。可是对我来讲，后来的发展是我觉得我比较从内心渴望的。我不知道我现在问这个问题会不会岔题岔太远呢？但是我想要问你，你觉得你跟金钱的关系怎么样？我跟金钱的关系，之前我一直觉得很多人都说我是全世界跟钱最有仇的人，就是我有钱就想要把它花掉，因为钱留在身上好像会痛。对啊，原因是什么？那时候他们是这样讲的，就我很喜欢我虽然我也这样觉得，对啊，就是我就是很喜欢花钱，所以我想要问你，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就是我喜欢，而且我花钱的东西也都很奇怪，也不是讲奇怪啊，就是还是跟配得感有关吗？我觉得不是对啊，我觉得现在我还是会这样理解，就是金钱对我来讲是体验人生的一个工具，对，但体验人生绝对不是把钱放在银行里面。我透过就是年轻人讲的嘛，就是钱没有不见啊，只是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啊。然后对我来讲，累积财富跟用财富来体验人生，相较用财富体验人生，对我来讲是比较有吸引力的事。那体验人生，你不要花钱，当然也可以体验人生。但那时候，譬如说我去很多地方旅行，要花钱嘛。然后我喜欢享受一些不一样的东西，当然不是指什么赌博那些的就是我喜欢东看西看啊，买东西啊，看书啊，买衣服啊，我觉得那都是一种体验嘛。你有些人觉得买衣服是奢侈品，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对这种流行，或是对美感，或是对穿着的讲究，某种程度来讲是反映你对自己人生其实会希望有多一点点的乐趣。透过这种东西去形塑一些自己的美学的能力吧。那我们今天聊重新塑造自己。对。那如果以金钱观来说，就是你现在有没有什么在金钱观的方面？因为你刚才讲的是你一直以来的，对。那你内心里面有没有一个声音或者是一个想法，是重新塑造你对金钱的观念？有还是你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没有？当然有，绝对有。像我们DET上来一个好兄弟叫 Will， 他出了一本书叫《这辈子赚多少才够》。那本书其实点醒了我一些东西，然后他里面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就是大家都说财富自由之后，我就可以做我想做的事了。但是其实他提出一个观点，就是其实很多事情你不用财富自由，你现在就可以做，而且这些事情可能占你目标的70%。
很多人说哦，我财富自由了，我就可以多陪家人了。但是陪家人跟财富自由根本没关系啊。你就算要工作，财富没有自由，你还是可以抽很多时间去陪你的家人跟小孩嘛。主要就是帮你去理清很多东西。然后像我听起来像是平衡。对啊，平衡啊，重点是平衡啊，而不是说我赚了5000万，我退休了，我就可以陪家人。那你赚5000万可能已经60岁了。或者是已经对，或者你的家里的关系已经破灭了。对，已经破灭了。对，那你就没有办法了。对啊，那他认为就是平衡，你可以在追求财富自由的过程当中，一样设定好你的目标。所以他讲了，这辈子赚多少才够？他要你去思考这个问题。这本书的书名是要你去思考这件事情，而不是告诉你5000万退休，但不是这种书。然后我看了那个书之后，就重新思考、回想，挖出一些自己的想法。像以前就是你们也记得嘛，我以前很喜欢买名牌。然后别人都说你买名牌是不是因为你没有自信？我说不是啊，我只是觉得名牌很帅而已。可是后来现在去想想，可能就是因为配得感的关系。我觉得我那时候工作可以这么好的回报，不是因为我自己能力多强，而是我刚好有运气，所以我可能要透过名牌让别人觉得我很厉害。所以那时候我对名牌某种程度上是痴迷的。对。可是现在我还是喜欢买衣服，可是我不是说不买名牌，而是我对名牌没有痴迷的感觉了，因为你已经塞不进去 DNG 的西装，我还是穿得下哦。我现在最酷的是，我开玩笑，练太壮塞不进去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这真的很有趣。我现在穿我那时候在金融业买的衣服，我现在都穿得下。所以那些衣服都还在，都穿得下。OK， 然后觉得保持身材的确蛮重要的。这很重要。对啊，你看那时候已经10几年了，我现在跟那时候比，已经15年可能都有了。那时候的衣服我现在都还可以穿哦。对。然后，但我觉得就是我现在对金钱的观念就是，它是一个让你体验人生的工具。可是体验人生可以，我现在补充，就体验人生可以有很多更有趣、有意义的方法，而不是单纯用钱的数量多寡去体验。是。对，像我现在去旅行，我还是很喜欢旅行啊。可是我以前可能不愿意，我现在可以住胶囊旅馆，不是因为我穷。是因为我觉得住胶囊旅馆很好啊，很方便啊。反正我每天在外面就晃来晃去，晃一整天，我回去只要睡觉而已。我为什么要弄一个很豪华的房间，然后花那么多钱做这件事情？然后我喜欢去吃当地美食，因为我觉得当地美食可以去感受文化，风土民情。我不用一定要去吃高级的餐厅，我就可以跟他们有更好的互动。然后买衣服就是。我不一定都要买名牌，我可以买我喜欢的东西，然后去评估它跟我之间的搭配性跟适不适合我个人的特质，而不用说我一定去买衣服就要买最贵的。所以你的悟空不是 Supreme 联名的，不用联名。对 ，Supreme 联名基本上就是谢谢再联络，太贵了啦。对啊。然后我现在我也会买。就是淘宝的东西啊，就一个裤子可能台币600-800块，可是我觉得穿起来很舒服啊。OK， 对啊，GU Uniqlo 也可以买啊，反正就是你喜欢的是穿衣服的乐趣嘛。那这件裤子2万跟800，其实我自己穿过那么多不一样的东西，我觉得其实你问我差很大，我觉得也没有。所以你刚才有讲一个重点，有时候。就是当我们看清了自己我们真正要的东西，对，我们想要的东西的时候，奢侈品它变成是一种我们对于更好事物追求，比如说对设计感、对于美感，我们认同这些东西，然后我们有足够的能力，才去做这样的消费。那很多人即便有这样子的能力，他选择不做这样的消费，那他有他背后的原因。因为有人觉得我不需要对啊，东西可以用。那我们也不需要去 judge 别人说他去喜欢就喜欢，你想买就买，不买也没关系。对，就这样。但是有一种状态是真的是比较不好，就是说没有能力，然后硬要去买奢侈品。那我真的觉得那样子那就是透过那个东西去得到你给自己。外界，你想要透过外界眼光得到成就感，那就很辛苦了，比较辛苦。没有好或不好，也许他觉得很快乐，对，但就比较辛苦。对啊，像人家不是常讲嘛，其实真的有钱人不在乎买名牌这件事情，对啊，名牌精品在亚洲的销售量，过去至少一整段时间是远超过欧美，因为很多外国人他不会一天到晚买包啊，也没有人说我1年一定要买一个包犒赏自己，1年要什么怎样，就不过没有好坏，对，但是我觉得现在的人。
也慢慢越来越认识到这一点了，所以奢侈品的那个销售额也在没有啊，重奢还是很强啊。真的还是重奢的数字是不会掉的。对，中间层的奢侈品开始销售量下滑，但是真的重度奢侈品或是高价的是成长的。现在就很两极嘛，重奢一直提升，然后低价消费也像很多那种快时尚比较便宜的也是卖得很好啊，但中间层都没了。中间层市场被分到两极去了。对，像我以前的专业就是专门帮奢侈品打造一个有关于美好人生的想象。对，但是对我而言，我后来发现，为什么谈这个叫做重新塑造自己？我觉得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奢侈品，美好的人生跟你所持有的东西没有直接的关联，但是跟你对自己的认识跟定位有很大的关系。像那时候 Bob Marley 有被采访嘛？你很有 Are you rich？ 他说 rich 什么地方？什么叫 rich？ 不行，你要用 Bob Marley 的方式。我忘记了，对 rich obsession 我忘记了啦。反正他意思就是，访问他人就说，富有代表的是你有很多钱啊，有很多资产在银行。他说，如果这些东西持有这些东西叫 rich 的话，那我没有，可是我很富有，是因为我有很多友情，我可以享受生活，诸如此类的。那段话那个网络上都还找得到。I'm rich because I have you, man。对。I have love。对，就他讲的话，那时候看他觉得他讲很有道理啊。我不是说有钱不好，有钱很棒啊，有钱是好事，追求财富是社会成长的动力。但是你如果没有办法有这么多财富，你还是可以让你的人生很富有。OK， 那可能现在就很多人会问说，那不是在问，还说你在攻杀小嘛？对，没有了，就是很多人到了一个年纪，其实他听到了内心的声音，对，但他不知道怎么去开启那个重新塑造自己的门，怎么样把它打开来？对啊，这边分享，顺便广告一下，因为我最近个人品牌的网站做好了，对，叫做摇摇马的多重宇宙。摇摇马的多重宇宙，对，为什么叫多重宇宙？你要不要解释一下？因为其实跟我们这个话题其实有关，就是我到了一个年纪，我发现我没有把我自己的 potential 100%发挥出来。不要说100%，我觉得甚至50%都不到。OK， 我觉得我浪费了太多生命。然后我发现，如果我可以在现在我重新开启我自己的潜能，那我觉得这有点贪心，就是说我什么我都想要。那小孩子才做选择。对，我们是大人。对。但是什么叫多重宇宙？多重宇宙就是你每一个选择，它会开启一个不同的宇宙。对。但是什么叫平行宇宙？就是它可以是同时存在的。对。那我觉得我想要尝试，我可不可以在我现在有限的之年之内，我去体验更多？那我就在同时间体验不同的多重的人生，对不同的宇宙。那其实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一种救赎，因为我觉得我浪费了太多宝贵的生命。对，我觉得讲救赎有点沉重，就当做你一个现在的挑战吧。对我来说，对，你想要开创一些新的东西。为什么我会用到你要救赎的事情，不是浪费时间，是别的。没有他讲。没有，这为什么？像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小星星男生，你的人生会有什么变化？如果我女儿变成男生，对，如果你当初生的是男生，对，不是你女儿变男生啊？如果对啊，那也是一个多重宇宙嘛。你女儿真的超可爱，但是你有没有想，如果她是男生的话，你的生活应该是不太。我会去找太太讨论一下。OK， 还是要再生一个？就我会去找他讨论一下。OK， 你这个给我出难题了呢。不会啊，我觉得蛮好的啊。像我也常常会想过啊，就是就像你讲多重宇宙、平行宇宙，如果我在某一个时间点我真的有了小孩子的，我现在人生会是什么样子？那如果你没有的话，
就是我们重启人生也可以放在这个上面嘛。你可以想象当时如果做了什么事情，我今天会怎么样？那你当时没有做，所以你今天是现在的样子。所以，但是你是不是还可以有机会？所以不如就去做。对啊，对，所以为什么我要叫做多重宇宙？就是与其想我没有像你刚才讲的那一段话，与其去想这件事情，那不如你就去做啊。然后也许你就可以在这一个宇宙里面实现了。摇摇马的多重宇宙，直接搜寻就有了嘛。对，摇摇马的多重宇宙。如果你们想要聊一聊，或者想要了解怎么样重启人生的话，搜寻网站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摇摇马，他会带你去创造你的多重宇宙。对，以人生教练的角度去帮助大家。对，我一直记得就人生教练这件事情是一个很有趣的不要讲职务，是一个很有趣的身份。对。一定会有人说你凭什么跟人家讲怎么过人生？不是，人生教练就像我们在超男，或者你跟我聊到，其实人家不是叫你要干嘛，而是帮你一起想到你应该做什么。对，不是给你答案，是陪你问问题。对，让你自己去知道自己要干嘛。一个是借由提出问题去做引导，第二个就像你讲的是一种陪伴。因为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其实身边需要一个人。那我想重启人生，你可以陪伴我吗？没有问题。我晚上睡觉，你愿意睡在我旁边吗？不可以。OK， 好。屁股会痛？不会，是我会痛。对，好了，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里面有一个文章，就是在讲这个7个有效的方法，开启这个人生更多可能性。对，有办法改成3个吗？7个好多。这样子文章可以写长一点。对，浓缩成3个也可以，但是这个就要靠你这个帮我精简一下。没有，那时候我听了康永哥讲 podcast 就讲，他说3是一个神奇的数字。当别人告诉你做这3件事你就可以达到目标的话，大家心理上可以接受了。3是一个可以忍受的数字。好，虚心求教。没有，下次我浓缩一下。我后来听，我觉得好像是当你看到网络上去说18个让你变得更好的诀窍，你就觉得18个再见。3行就好像可以试试看。7 OK 啦，7也感觉是一个 lucky 的数字。那我先讲3个。先讲3个，剩下4个，先讲3个，然后就说先讲3个，然后另外4个就再变下一个3个。这个就诡辩了。3个的续集。3个续集也可以。OK， 好了，跟大家介绍第一个就是扩展视野。OK， 对不对？像你当初就做这个事嘛，你就去把工作辞了，然后你到巴西，到南美洲。对，到南美洲。对，巴西是重点，但是当初其实我没有打算待巴西待那么久。但是世姐的确在去巴西的路上拓展了，所以让我在巴西做了很不一样的决定。就是一个连续性的改变。拓展视野很重要。对啊，所以拓展视野其实方式其实不只有旅行。对，你透过阅读，参加讲座啊，或者是去参加不同的课程，或者是去认识更多不同领域的朋友。这其实就是帮助你去开拓你的眼界。对，因为我们要开拓更多的可能性嘛，你才知道自己可能性到哪个地方。对，而不是只有你现在你待着的这个舒适圈，或者是即便你开始在尝试突破你的舒适圈，那你就是真的要去接触更多的不同样子的环境。是，没错。第二个就是要消除这个负面的想法跟情绪。对，我觉得大家在重塑人生最常出现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阻碍。自己给自己的阻碍。对，就像配得感这件事情，他一方面他那个内心的声音，他在质问你。对，但是当你要做出改变的时候，也会有另外一个声音，对，会跳出来 challenge 你。对啊，你像你有面临什么样子的内心的挑战？就那时候其实一直都有啊，可是最容易让大家理解就是像那时候我转换跑道，其实年纪已经不小了，34岁打第一场职业赛，然后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太老啦？然后我是不是头脑不清楚才会把工作辞掉来做这件事情呢？就诸如此类，就是每天几乎都会出现这种质疑，就是你好像不应该做这件事情。就是虽然我觉得我跟人生蓝图已经开始
走向同一个方向了，但还是一直会有很多质疑跟挑战，内心的跑出来。对，所以重塑人生，我觉得从来都不是一个设定的哇一帆风顺的事情，它还是一样，中间会有很多起伏。所以那种焦虑跟恐惧的情绪，其实它是会不断的。对。那所以一方面，我们之前有在讲怎么样增强我们的意志力，对。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怎么样透过跟自己对话，对，比如说静心啊，静坐，这种方式，这个其实是真正有效，可以去对啊，让我们降低我们的焦虑，然后让我们更平稳的去面对挑战的一些方式。内心浮出来的质疑，只能透过自己去化解，外面的都没有用。然后后来我发现更有效的就是下一步，他妈的 just do it， 就是直接去行动。对，所以我现在每当大脑开始有声音出现，不管是想要质疑自己，或者想要偷懒，或者想要拖延，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做就对了。对，而且我已经找到那个开关。我真的已经找到那个开关，我就是 literally 就是把它关掉，然后就赶快我就冲去书桌前，比如说我想要写篇文章，然后开始觉得我因为昨天好累啊什么的，关掉，冲去书桌前，电脑打开来，对啊，我觉得我发现其实这个就是消除焦虑跟恐惧一个很有效的方法。对啊，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简单粗暴，正拳直击。对，那其实这个在脑神经科学里面也是有能够支持这样的做法，是因为行动本身其实它就会释放多巴胺。OK， 对，但是我相信也很多人会觉得说，这个听起来好像不太合理。对，但是其实就是这么简单。我觉得是啊。对，我以前没有想过可以这么简单。对，那我觉得这个是我到近期比较能够，对啊，因为像你这种行动力颇强某方面，我现在也在改变，就是执行力、细节事物执行力比较差这件事情。对啊，反正我很奇怪，大事有时候觉得就做了，不管就决定就走了。所以小事我反而觉得这样可以吗？等一下，明天再说。对，下次这个声音出现的时候，做就对了。把那个你要先找到那个开关哦。对，找到之后，先赶快关掉。关掉，然后去做。对，胡思乱想开关关掉，行动打开。对，所以下一个步骤就是，当你开始去做了，那你就要有设立具体的目标。OK， 所以你就不是瞎做。对，那这个就跟我们上一集聊到设定新年新 SMART Goal 写下来。对 SMART， 对，这个东西就是很重要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些网络上有一些小工具，或者说现在手机上有很多小工具，比如说番茄钟，像这样各式各样的工具。其实现在这种提升效率或是工作上面的工具真的蛮多的，五花八门，什么都有。对啊，那所以除了 SMART， 还有这些小工具都可以帮助我们去更有效的设定目标，达成目标。对，好，第5个。我不知道这个不要讲第5个，要第2 part 的第2个。好，没有了，第5个。对，第5个培养自信心。对，就是当我们开始在跳脱舒适圈也好，或者是开拓新的可能的时候，有时候你会做到一半，你其实会有一种，其实有点像前面那个质疑自己。对，就是说你的自信心如果没有在你做的同时持续的增强的话，那其实有时候你就容易放弃。对，那增强自信心有什么好的方式？我自己觉得增强自信心，如果是以比较外在的话，就是透过完成小的目标去让自己得到肯定，不要一次把目标设太大，就像我们讲原子习惯一样。我可以完成小事，一件一件一件，那我就可以累积变成大事。不要想一次完成很大的事情。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。我非常同意。然后内在就是，如果你连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，就不会成功了。所以你一定要
用小的目标给自己鼓励，但是同时也要告诉自己，其实你是可以完成的，这是你真的想要的事情，我一定会做到。是的，是分享有口号，但也有行动，也有结果可以检视，然后这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循环。是的，是的，就像我最近在跟你分享，因为我手受伤一阵子，然后我最近想要重新锻炼，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加那个重量。没有啊，你没有一点啊，你跟我说你一次加10磅，我心里想你超人哦，一次10磅，你从2头弯举10磅开始，如果一个礼拜加10磅，你2个半月就可以到100磅了。对啊，太厉害了吧！100磅2头弯举单手，我现在也做不到啊。没开玩笑的啦。10公斤，10公斤了，10公斤了。你说10磅？10磅？你说10磅啊？10公斤了。10公斤更厉害啊！不，你一次加10公斤哦，还是你说从10公斤开始？I'm totally confused。一次10磅啊？一次加10磅？对，一次加10磅啊。对啊，但是你要看多久时间嘛。我跟你说，每个礼拜进步10磅，我心想你是神吗？就是我目前先10磅加呀。OK， 好，对啊，很厉害，天赋异禀。这样有错吗？没有错啊，只是10磅加。对了，看时间了。对啊，看时间嘛。我先从很轻开始啊，因为我受伤啊。OK。对啊，我从很轻开始，10磅，1磅1磅加吧。它不是一格就是10磅吗？没有啊，有些什么有5磅的什么这样的。你是做器械式的。对啊。OK， 好了。器械式。不会啦，有目标是好事。哦。对。OK。好，这段我会偷偷的剪掉。为什么要剪掉？不用剪了。就好笑啊，干嘛？好笑。好，然后第6个，我开始跟你越聊越觉得，我其实应该要把它 down to 3项就好。对啊，对。第6个，保持学习和成长的心态。OK， 我们之前有聊过嘛，很多人会说啊，我已经几岁了什么的，对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其实我们的脑神经或者是我们身体的每个细胞，其实不断的都在更新，不断的更新。对啊，你永远都是新的你。对啊，科学家研究说，我们健康成人每天是能够制造出700个新的脑神经细胞。对啊，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学习，不断。而且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很重要，真的很重要，请你们听。男人的黄金期是40岁到60岁。所以我们现在刚好都是黄金期。我们在黄金期，不要觉得男人黄金期是20几30岁，不是。很多人已经探讨，慢慢研究，就是包括你的智力成熟度、身体状况各方面，还有你的人生经历综合起来，男人真正的黄金期是40到60岁。所以为什么讲40岁是壮年？而不是讲25岁是壮年。我看过一些研究，就是说，虽然40-50岁或甚至60岁的人，虽然他的反应能力是稍微往下降的，或甚至60岁以上的人是降得更厉害，但是他因为他的 database 累积的更多，所以我们等于是就像算数学一样嘛。对啊，我们有更多的连结的可能性。对，那所以说你要不断的持续保持学习的心态，让这一个去找寻连结的这种能力是一直保持下去。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。他们讲啊，这专有名词啦，大家听一听，就是叫晶体智力，结晶的晶跟流体智力。晶体智力会随着年龄慢慢提升，然后到60岁可能就是一个高峰，40岁60岁。流体智力像这种记忆力，短期记忆力可能会降低。但是综合来看的话，其实年纪慢慢大了之后，晶体智力或是整体的状态是可以提升的。所以就是要透过不断的学习跟精进，要对自己有信心，但是同时你也要持续学习。对的。好，最后一个要解锁感恩的心灵力。真的，这真的很重要。对啊，你对于解锁这个感恩的心灵力量，你有什么心得？我觉得学会感恩是我这几年觉得最美好的事情。所有事情都感恩。像我现在吃饭前会，也不要讲祷告，会谢谢，就是桌上的食物，原本是有生命的，不管是菜还是肉，把生命贡献给我，谢谢你们。然后我也会常常谢谢，就是虽然我没有什么大成就，也不是什么豪杰，可是我人生到目前为止，所可以收获得到的东西，都要谢谢每一个愿意帮助我的人。然后你有这样的想法之后，其实你会觉得
你承接了这份心态，承接了别人的善意，你会想把它继续发扬出去，然后你就会有很强的意愿去持续的推进你往更好的方向走。我觉得感恩是非常美好的事情，对，而且的确感恩可以给人家力量，当然不是流于表面的，你跟别人说谢谢不代表你感恩，感恩是发自内心的一个态度，而且在科学上也是有得到印证，因为你感恩的心态它是可以提升我们血清素的水平嘛，对啊，那这是一个比较科学的说法，对啊，那你当然你的心情还有你的状态是好的，你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在那里，因为有时候你其实你头脑乱糟糟，你其实即便好的机会放在你前面，你也看不到，对啊，你永远都是看到一些感恩很重要，对，然后以灵性的角度去看，当你学会感恩，某种程度就是你把你自己开始不断的去往下放，然后去感受到更大于你自己的力量，对，然后你有的时候就会接收到更多的，我们说叫恩赐也好，或更多的 bless， 对，这个叫什么福气吗 ？bless， 恩赐，庇佑、佑护、护佑，都可以，天佑，对。那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是，只要你去尝试，这个东西一定会被你找到，就像心灵地图这本书到后面，他都在讲这件事情，信仰嘛，讲信仰，讲宗教。那我觉得我们有机会真的可以来聊聊这本书的后半部，因为我们上次有聊前面，对。心灵地图也是人生之书啊，其中一本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分享给大家重设人生对每个人的意义，然后还有如何具体的去执行这件事情。OK， 希望大家会喜欢，然后在我们的留言区，不管是在 YouTube 或者是在我们的 Podcast 频道，Apple 跟 Spotify， 可以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好，摇摇马的多重宇宙，搜寻一下网站。如果你想要探索自己的多重宇宙的话，也可以跟摇摇马好好讨论一下。OK， 那我们节目先到这边 ，Peace。